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给湖北大哥在山上改造的那栋房子已经全部完工了，剩下一些收尾的工作他自己去做。给大家分享了很多视频，在视频里面呢，也有很多热心的观众都在留言，告诉我们很多做工要注意哪些细节。那我们休息了几天，今天又把师傅他们召集起来，继续在这个农村里面改造一栋这个相当于差不多建了50-60年的木房子。那这栋木房子呢是比较特殊的，首先呢是我们村里面的房子，这户主人家呢我叫做舅舅，比较亲，他的儿子呢就是我的老表，在城里面上班，回来是挺不方便的，所有的工作呢是交给我们来做。这栋房子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大概的情况。这栋房子的建造时间比较早，将近有50年左右了，所以以前是没什么材料的。所有的这些立柱呢，包括穿框都是从山里面自己人工砍回来的。可以想象50年前，这边的老百姓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，找到这样的材料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。你看，这个柱头好小一个。现在又不能给它换掉，我们整体的就是说给它改造，这些依然要保留着的。可能很多好奇的朋友就会问，这样的一栋木房子又要保留它原先的样子，又怎么去给它做整个外墙呢？给它做得更好看、更实用一些呢？我们可能会拍几十个视频出来，慢慢的给大家去分享怎么去改造这样的一栋老房子，以便于呢大家在租房或者买房的过程当中，也会需要改造木房子，也会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吸取一些就是说好的一些方法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你看这边就是一个火塘上方呢是一个木架子。到了冬天呢，我们苗家这边都会在这里熏腊肉。整个房子的进深呢也就5米多。然后开间呢是4米左右，将近也就20个平方左右，前后的扩展，然后整个房子就大了许多。像这样的木墙板呢，我们几乎都要给它保留着的，整体房屋呢要提高。那我们现在慢慢的沿着房子走一圈，给大家介绍一下。你莫拍这个，可能大家都会好奇，这样的一栋木房子干嘛不给它完全的推倒重建呢？实际上也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这栋木房子呢是我舅舅和舅母他们手上建的房子，然后一家人呢在这边居住，小孩子在这里长大，总共呢我是有5个老表，相当于他们家是有5个小孩，3个男孩子，都已经成家，现在呢孙子都已经长得很大了，包括还有好几个大学生。我的老表呢是在单位里面上班，在吉水那边呢做医生的，平时很少时间回来。然后这栋主屋呢又不愿意给它拆掉，
然后他的户口呢也迁出去了，相当于如果推倒重建的话，这栋房子也是没有建造的资格，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给它重新翻修，然后重新装修。所以这栋木房子呢，必须要给它保留起来。还有最大的一点就是，我舅舅说，他说这栋房子以前建造的时候特别的不容易，那时候家里条件也特别的困难，都是叫村里面大家一起帮忙，在山里面砍树，然后回来建的这栋房子。现在给它拆掉了，在他这个每天看着房子拆掉了，他是特别的心痛。也80多岁的年纪，他说适当的修一修，然后里面再扩宽一点，做2、3个房间比较好住的就行了。他也看了我的很多视频，他说我们修的房子都还挺好的，那我们只能就是说按照他们的要求，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改造。当然我们在整个脑子里面呢都已经有个规划了，然后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啊，肯定会有一些变化的，到时候我们再结合实际，慢慢的再去调整。希望这栋房子能够改造出来，给到他们一个满意的一个答案吧。这是好看，回正房子咋干嘛？我跟你说。在房子的前面，我们是专门留了2个师傅来做这个工作。因为这栋木房子以前刚建的时候，它整个木头呢，所有的料都不怎么好，从山里面自己砍回来的。然后房子呢没有多大，开间将近是4米，然后里面的进深是5米左右，每个房间也就20个平方。现在我们要前后给它扩展出来，相当于呢开间不变，但是进深呢我们要做到7到8米左右，相当于每个房间要增加15个平方左右，那就需要往外面扩展了。现在师傅呢就在地下把这个线给画出来，把这个以前的间檐部分给它切割出来，要重新全部给它做一个基础。因为这栋木房子呢外面全部都是砌砖，所以要做好基础，然后打好混凝土，再来砌砖。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，两边都是有厢房的，那边是猪圈的位置，这边呢是厨房的位置。然后进入院子的路呢就从那里进来，整个院子还挺宽的，都做了硬化，房屋的主体结构还是挺不错的，但是建造的时间将近有50年左右了。整个楼层呢是比较矮的，这个房子现在要给它整体提高，然后整个前后都要扩展。就是说我们准备用砖墙给它全部封上一个4周。今天呢我们也是来了几个师傅做工，当然之前和我们一起做工的师傅有的已经出去了，又换了一些新的师傅过来。我主要的工作呢还是给大家煮个早餐，然后一个中餐，再到城里面去买一些材料，剩下的一些比较靠体力比较重的活呢，还是得靠师傅他们去完成。可以看到整个屋顶呢盖的也都是本地的青瓦，这些瓦片呢都要换掉的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，你们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视频，一步一步的拍给你们来看。现在师傅他们都在里面吃早餐，早餐呢我们依然是吃面条，去看一看。很简单，早上呢就吃点面条，然后这边就是堂屋的位置，一个桌子摆着，大家围着在一起吃早餐。中午12点之后，我再给大家煮个中餐。这栋房子的后面位置呢，
以前是用那种竹子编织的，然后呢上面涂抹了一层牛粪和泥巴。这个呢现在也要全部拆了，要把这个外墙呢往后面扩展。这里呢就是厨房的位置，也是一个厢房，也是之前砌砖的。这些砖块呢要去掉一部分，重新要把正屋那边直接连接过来。师傅他们要把这个砖呢都给拆了。这都有，别人干东西。这是一个哑巴，它不会说话的，但是呢，它想了解我们的房子怎么改造，我就大概给它比划一下怎么样去做。这个竹子编织的，现在就全部拆了，基本上现在房子要全部重新改造，所以这些都没有用了，用这个锯子给它锯断，然后给它。这个是竹子编织的，刚才给大家说了，上面涂抹的是泥巴和牛粪。我们这边条件是比较艰苦，大家都知道湘西嘛，最贫穷的地方。然后每家每户基本上以前建的老房子都是这样子做的，遮风挡雨。到冬天啊，北风特别的冷，用这个可以遮挡一部分。现在要全部拆掉了。那走不了不难走。房子的前面我们挖了一条深沟，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实际上我们准备把这栋房子给扩展出来。以前的木房子要推后将近1.5米左右，现在呢我们前面的晒地部分准备砌砖，所以呢这边要打一个基础，意思呢也就是打上粪泥土，然后里面还要放上钢筋，这样子呢砌砖才牢固。当然，这栋房子的改造肯定难度也挺大的。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改造之后，能够给到他们一个满意的一个效果吧。1.6米哦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是石头。如果想关注这栋房子的后续变化，请记得点个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